一個3歲的小女孩，明明前一刻還好好睡在房間裡，父母只是去隔壁餐廳吃個晚飯，離開還不到1個小時。當媽媽回到房間時，床上已經空了。19年過去了，這起案件到現在還是沒有答案。她的父母從那一天開始，直到現在，都還在持續尋找。這裡是迷豆，今天要打開的是最著名的兒童失蹤案——馬德琳·麥凱恩失蹤之謎。以下內容涉及真實事件，請觀眾自行斟酌。幸福的假期。2007年春天，葡萄牙南部阿爾加維海岸，對來自英國萊斯特郡的麥凱恩一家來說，這原本就只是一場普通的家庭旅行。2007年4月28日，凱特和傑瑞帶着3個年幼的孩子抵達露絲之光這座安靜的海邊小鎮。馬德琳當時只有3歲，再過幾天就滿4歲。雙胞胎尚恩和艾米麗則只有2歲。那個星期，一家人的生活平靜又溫馨。白天，孩子們會在兒童俱樂部玩耍；下午，一家人就在泳池或海邊度過。晚上，父母會到塔帕斯餐廳用餐，並輪流回房查看孩子。5月3日，星期四，那是假期的倒數第2天。早餐的時候，馬德琳突然問父母：昨天晚上我和尚恩哭的時候，你們為什麼沒有來？凱特聽完後，心裡突然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不安。下午2點29分，凱特在泳池旁拍下了馬德琳坐在泳池邊，穿着粉紅色衣服的照片，這也成為了他最後一張已知的影像。倒數計時。2007年5月3日傍晚，孩子們洗完澡後換上睡衣，大約晚上7點先後睡着。馬德琳身邊放着她最喜歡的玩偶抱抱貓。晚上8點半，凱特和傑瑞跟前幾晚一樣，前往塔帕斯餐廳和朋友一起吃飯。他們沒有鎖上通往陽台的玻璃拉門，並約好每隔一段時間就輪流回房查探孩子。晚上9點05分，傑瑞第一次返回公寓查看，一切正常。離開公寓後，他在回餐廳途中遇到朋友，停下來聊了幾分鐘。晚上9點半左右，本來應該輪到凱特回房查看，但同行友人馬修·奧德菲爾德主動幫忙檢查。他進入公寓後表示一切正常。從這一刻開始，5A 號公寓進入了調查人員後來所說的關鍵真空期。在接下來大約30分鐘內，公寓處於短暫沒有人直接探顧的狀態。就是這短短的30分鐘，如果當時多看一眼，故事會不會就此不一樣？晚上10點，凱特返回公寓查看，他發現孩子房的門被風吹開，馬德琳的床是空的，雙胞胎依然睡着，抱抱貓還放在原位，但窗戶開着，窗簾正在晃動。凱特先是愣住，隨後開始在公寓裡瘋狂尋找，然後他衝出公寓，跑回餐廳，大喊：“馬德琳不見了！”漫長的地獄。2007年夏天，案發後的最初幾個月，5A 號公寓外聚集了大量媒體。這宗失蹤案迅速成為全球關注的事件。英國媒體密切報道麥凱恩夫婦的一舉一動，不斷分析他們的表情和情緒。在一次德國柏林的記者會上，甚至有記者當面質問凱特，為什麼他的反應不像一位失去孩子的母親。The way you behave is not the way people would normally behave if their child is abducted. You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And we love our children so much, and I think it's only a very few people that are actually criticizing us. 凱特作為醫生，習慣在壓力下保持冷靜。
後來也有人建議他在鏡頭前不要完全崩潰，以免影響可能的營救。更讓人意外的是，2007年9月，葡萄牙警方正式將凱特與傑瑞列為正式嫌疑人。這意味着他們不只要面對失去女兒的痛苦，還得同時承受被懷疑的巨大壓力。在葡萄牙租住的別墅裡，夫妻兩人以不同方式面對痛苦。傑瑞積極行動，接受採訪，並推動尋找瑪德琳基金會。凱特則長期失眠，反覆想到女兒在黑暗中醒來哭喊。每天晚上，他都會把抱抱貓放在床邊，仿佛在等待女兒回家。那個晚上，本應由凱特去查探孩子，但他卻接受了朋友的好意而沒有去。這件事一直成為他心中的刺。雙胞胎慢慢長大後，開始問姐姐去了哪裡。每一次凱特聽到都會非常難受。他一直保留着瑪德琳的房間，無法接受那個位置消失。調查方面，葡萄牙、英國警方與私人團隊之間缺乏協調，證據保存、信息交換與語言問題也造成挑戰。雖然各方都投入大量資源，但始終沒有重大突破。2008年7月21日，當局正式撤銷麥凱恩夫婦的嫌疑人身份。葡萄牙宣布案件因證據不足進入封存狀態。We're very glad that both Kate and I were able to give evidence today in our libel trial. We hope that we'll get justice for Madeleine and the rest of our family very soon. 2011年，英國成立格蘭奇行動，宣布重新審視案件。We have identified 38 persons of interest. 2013年7月，行動升級為刑事調查，並公開新的嫌疑人素描。英葡兩國再次展開合作。但接下來的幾年，雖然偶爾出現新的線索，但大多數都無法得到證實。案件逐漸從全球頭條變成一宗謎案。麥凱恩夫婦的生活表面上慢慢恢復，雙胞胎繼續上學成長，但瑪德琳永遠停留在3歲。嫌疑人現身。直到2020年6月，在瑪德琳失蹤整整13年後，德國警方宣布一名德國男子克里斯蒂安·布呂克納成為主要嫌疑人。他曾長期居住在案發地區，案發當晚手機訊號也出現在公寓附近，並有多項性侵與犯罪前科。但接下來幾年，搜查、DNA 對比與跨國調查始終無法帶來真正決定性的證據，而布呂克納始終否認一切。2023年，3國警方對葡萄牙水壩區域進行大規模搜查，但直到搜查結束，也沒有能夠正式定罪的證據。2025年9月，布呂克納因其他案件服刑期滿出獄，他選擇低調生活，對外界的一切問題保持沉默，始終否認與案件有關。2026年5月，格蘭奇行動仍然持續，英國、德國與葡萄牙警方繼續針對嫌疑人展開調查。凱特與傑瑞在19週年時再次公開表示，他們永遠不會放棄尋找女兒。The family from Madeleine McCann is vowing to never stop searching for her. 如果瑪德琳還在世，她現在已經23歲了，而那間位於5A 號公寓，至今仍像一個沒有答案的空間。這場調查仍然沒有結束。如果你有任何關於這宗案件的線索，請聯繫官方郵箱。瑪德琳失蹤案未完待續。想與我們追查更多未解之謎，別忘了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更多案件真實畫面等待你在 YouTube 迷動重溫。檔案暫時封存，下一份檔案我們再見。